就在3月21号，中国最大的苹果店正式在上海静安区开业了。它是当天晚上7点开门，但是在前一天的晚上就开始有人排队，那么到了当天的上午就已经人满为患了。这是苹果公司在上海的第8家店，同时也是全中国境内面积最大的一家。苹果公司 CEO 库克也亲自来迎接第一批客人。那有人看到之后就可能会说，中国的消费能力还是很强的，谁说中国经济越来越差呢？但是看中国的问题不能只看表面，事实真的如此吗？我们接下来就看看具体的数据。经常有人在我节目下面留言说，你在胡说八道，中国的经济好着呢，我身边的很多人都生活得非常优越。我的留言栏里边经常会出现这样的言论，可问题是他犯了2个致命的逻辑错误。一个就是我在节目中所讲到的这些问题和引用的数据，他没有办法反驳，他没有任何一句话是针对我讲的具体内容，他们只能说你在瞎说，你是胡说八道。但是怎么胡说八道了？哪句话是胡说八道，哪句话是不真实的，他们说不上来。这是第一。第二个问题在于，他们所引用的这个证据是不成立的，跟我所引用的真实的数据相比，根本就是盲人摸象。他们所引用的数据，比如说身边的朋友，根本没有任何代表性。在统计学当中，你选取的样本太少是不算数的，你要兼顾这个样本的所覆盖的全面性，也就是说，你不能只选取某一个产品、某一类人群，或者是某个特殊的地区，甚至局限在你身边的亲戚朋友，这根本在统计学上是不能算数的。所以说，他们拿出这样的作为依据，中国经济好的依据是不成立的，这是缺少最基本的统计学常识。这种逻辑谬论被称作幸存者偏差，也就是说，你容易忽略那些你没有统计到的，或者是没有观察到的数据和现象。大家谈论身边的朋友的一些遇到的情况，关键是它有没有普遍性，或者说是你可以讲身边的朋友怎么样作为参考，这是没问题的。但是这些微观的数据不能当做宏观判断的依据。比如说，你可以讲几家工厂倒闭了，或者几家工厂赚大钱了，但是跟经济好坏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。我们可以把它当做案例来研究，在这个倒闭的或者是在赚钱的这个过程当中，他做对了什么事情，或者是做错了什么事情，或者他受到了某些宏观经济的影响。但是至于宏观经济好不好，要看宏观数据。说这么多，这些都是一个铺垫。我们再看苹果公司在中国的数据，销售额就可以看得出来。2023年，苹果在全球增长率是非常高的，净利润高达339亿美元，同比增长13%。但是其实他们可以增长更高的，有一个地方拉低了这个数据，因为它是负增长，或者说反而在下跌，这就是所谓大中华市场。在他们划分的大中华地区，当然以中国为主的，同比下降12%。所以看到苹果公司在全世界都在增长，只有在中国地区是下跌的。如果说全球经济不好的话，那应该是全部地区都是有问题的。但是唯独中国，那怎么回事呢？那当然你说苹果公司一家公司的销售产品不能够算数啊，这是我刚才讲过的。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，苹果公司作为全球最大市值的公司，它的 iPhone 在全球卖出总计超过22亿台，这一家大的巨无霸就有一定的代表性了，因为它的市占率在全球至少中产阶级以上的阶层是垄断地位。但你要想在上海找到很多 iPhone 的用户，那是很容易的，毕竟上海是全中国财富最集中的地方之一，以至于这次的苹果新店开业门口被挤爆。那据现场的果粉反映，很多人提前排队其实是黄牛雇的，他们见到了很多大爷大妈，干嘛去呢？去为了领取开业的礼品。这个礼品是有特殊设计的，有袋子、胸针、贴纸、上海市花、白玉兰元素。这一套礼品在网上可以转卖好几百块钱，所以很多人想占这点小便宜，那甚至让很多的真正的果粉都挤不进去了，看不到这次的开业，也看不到这次开业典礼所准备的所谓这个音乐会。那么在这次排队的过程当中，因为现场有大量人群聚集，这对共产党的维稳来讲是一个挑战。当然这个聚集是非政治性的，可是当中还是出现了政治元素。比如说有人就把这个 iPad 举起来，完全白屏，大晚上的在一个人群聚集的地方举起了白色屏幕，让我们不禁联想到当年的白纸运动。
就是反抗亲零封城政策的白纸运动。甚至还有人提醒旁边的拍照的人说，这个照片不要放在微信上面，因为容易被监控。那么举起这个 iPad 的女生可能会被警方骚扰调查，小心不要害了别人。我们要保留革命的火种。当然他们可以解释说，我们这个白屏的意思是抗议苹果不让我们进去啊，或者提早的叫停了活动。当然这只是一个随便找的理由而已了。也许他们是想跟过去这些年轻人的反抗运动遥相呼应，让大家勿忘历史。那么在白天他们排队的时候也出现了不和谐一幕，就是一个大妈跑过去说他们排队等着买苹果是崇洋媚外。你们崇洋媚外，我怎么崇洋媚外？我哪个好用哪个不行吗？我选择我自己喜欢产品，你喜欢那种崇洋媚外，真的不合理的话，为什么都在中国卖？为什么能在上海这么热门的地方开这么大一个店？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败类才买得掉。明天你知不知道人家的 CEO 要去北京开会，人家国家都邀请人家去开会的。CEO 要你个妈的！你知道苹果每年为中国带来多少就业率吗？当然所有不需要。哦，不需要就业是吧？中国不需要啊，我们有自己的华为，你过来，我们有自己的华为，我们有自己的华为。请那边，我们有那边华为，我们有华为，请什么请啊？那边华为那边。我为什么要买欧洲买苹果店？你不用买啊。我为什么管不着啊？太累，喝着鲜血的血大口的喝着，做着败类的事。人家店开在这里了，店开在这里，我就是这么说，难道不可以吗？我不对呀，牛逼就是牛逼，对呀，我就是牛逼。好，太累。啊，对，是哈，你说什么东西啊你？你好，怎么了？有人闹事，有人闹事，来闹事的这个，不，他知道对立，别吵了，笑死了。现场人还跟他去辩论，我觉得蛮有意思的，就没必要嘛。就是他愿意去就是发泄一通，就让他发泄好了，没有必要跟他去讲道理，因为这种人都说出这样的情绪化的言论啊，这种上纲上线的话，那说明他根本不是讲理的人。你跟他讲这些道理没有任何意义，他就认为你买外国的产品是崇洋媚外，这是他的爱国情感。你对于一个情感，你没有办法去讲道理，因为它是非理智的。你要讲道理的话，你至少得选择对象，你要选择一个讲道理的人。这些老粉红也好，小粉红也好，他们是在丢自己的人，跟他们辩论是没有什么大意义的。我看到斯坦福大学的吴国光教授在这个网上发起说，我们在谈论公共议题的时候，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规范，文明规范。当然我就觉得很奇怪了，就是改革开放都40多年了，今天中国人还在思考说怎么来好好说话，可想而知，过去这几十年的启蒙都是白费的，所有建立公民社会的努力都是白费的。西方现代文明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前就已经解决了最基本的问题，在今天的中国都不能成为常态。我看胡平先生应和吴国光教授，并且推荐了哈维尔的一本著作，叫做《对话守则》，说第一，对话的目的应该是寻求真理，不是为了斗争；第二，不做人身攻击；第三，要保持主题，不要偏离；第四，辩论要用证据；第五，不要坚持错误不改；第六，要分清对话和只准自己讲话的之间的区别；第七，对话要有记录；第八，尽量试图去理解对方。说的都没问题，只是我觉得有点悲哀。悲哀就是中国人自称有几千年的文明程度啊，诗书礼乐温良恭俭让，结果现在的知识分子还在普及如何正常的说话和谈论公共议题。我真的不知道中国是一个文明社会还是野蛮部落啊！就是发展这么多年了，最基本的一个文明态度都无法建立起来。那么话说回来啊，刚才讲到这个反对别人去买苹果产品的老粉红，那这样的人永远都存在。小粉红只是在网上打打嘴炮啊，键盘侠。那么这些老粉红啊，他不太善用这些网络，可能真的受到这些影响，再加上他们过去受到过的这种党国教育啊，这种红色洗脑，他们就跑到线下去了去表现。
所以这时候发现了，线上我们要斗这些小粉红，线下我们要对付这些老粉红。但是我倒不太在乎他们，因为这些人实际上最终还是会被共产党牺牲掉的。他们被洗脑之后，只是充当了共产党的炮灰，被共产党利用而已。但是共产党呢，又不给他们明确指示，让他们反对这个还是不反对那个。所以说他们有时候不知道该不该反对啊。他们因为受到了洗脑之后，受到了影响，就去真的反对。结果反对的不是共产党想让他们反对的，他们可能就要被收拾。所以这些人其实挺悲哀的，他们有一个主子，可是主子呢又不给他们下明确的任务，只是给他含混的去进行洗脑教育。那这些人有时候就是不可控的，不可控了之后，共产党就要对付他们，就像当年的红卫兵一样。红卫兵后来也是一发不可收拾，最后就引发武斗啊，就是老的这些红卫兵，比如说保皇派和后来的造反派之间的又发生冲突，发生大规模械斗。这些人不都是被毛泽东煽动起来的吗？然后互相打来打去，他们自行去解释毛泽东的旨意，然后发生了不一样的论断，当然也跟他们本身的阶级出身有关系。总之，最后被当作牺牲的炮灰了。大家如果感兴趣，可以看这段历史啊，比如说在维基百科上可以搜一下广西文革屠杀，大家看看当时发生过什么。总之呢，粉红是不足惧的，他们只是我们的笑料而已。可是共产党在试图给人们洗脑的这种做法，我们要加以研究。那现在他们一边允许苹果继续开店，有这么多的果粉，但同时呢，他又在限制外资，打压民间资本，经济继续的一路走下坡，这是他们的内在矛盾之处。香港其实就是最好的案例，接下来我就可以讲一讲。刚刚香港立法会全票通过第23条立法，就是把这个国家安全的内容加入到基本法当中，等于是彻底的破坏了一国两制、港人治港，不再像过去基本法是基本法，中国的法律是中国的法律，它有一个井水不犯河水。结果现在变成了大鱼吃小鱼，把整个香港牢牢的吃死。那这个基本法也基本废了，变成了共产党的法律。港人治港如果换成白话文的话，就是应该是香港人自己治理香港。那香港人怎么治理香港呢？他不可能700万人一起治吧，他肯定选出代表去治理香港吧。但是当香港的普选、香港的民主制度被完全破坏，或者根本不允许大家追求选举权利的话，那么这个港人治港的港人就不是700多万香港人，而是中国人，或者是共产党中意的人。那这个共产党的人，不管他是出身在哪里，是在香港还是在别的地方，你只能把他算作是中国人，或者是党的人，而不是真正的香港人了。按照共产党自己的话说，这叫做爱国者治港。而当这个国的本质是一个党国的时候，那你这个爱国者呢，当然就是爱党国者。那爱党国者怎么可能不是党的人呢？所以23条立法已经正式的向全世界宣示了，香港人没有治理香港的自由和权利。23条立法终于完成了。我看到香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传媒大佬于品海，他曾经是《明报》和《亚洲周刊》的老板，现在是香港01的老板。他在自己的媒体上发表了多篇评论文章，我觉得很有意思的。这几篇文章他自己写的前后矛盾。比如说在有一篇文章当中，他提到说，香港在与内地的交往曾经长期代表先进和优越。众所周知，香港的先进性和优越感建基于对西方价值观，尤其是英美意识形态的福音，在经济上体现于长期以成为新自由主义堡垒而沾沾自喜。首先，他很明确知道香港过去为什么这么繁荣，这么有朝气。他自己都说了，这是建立在西方价值观基础之上的，因为香港是一个国际化都市，它是各种思潮可以融合在香港，因为香港有足够的包容度，有足够的自由度，而且香港又是个自由主义堡垒，极低的税收，最宽松的经商环境和健全的法治，对吧？这是英国人治理下所建立的政治经济制度。然后他就酸说这是沾沾自喜。你确实有喜的地方啊，对吧？确实香港比内地要繁荣得多。然后现在香港可以看到每况愈下，但是他并不认为这是中央把手伸向香港的导致的结果，他反而认为这是应该的。他后面说，香港社会以往过于强调两制，贬低两种制度之间的共融性和协同性，忽略了一国两制是一个完整的构想，只有一国为前提，才可能正确认识两制的意涵。他这么讲有点抽象，实际上他意思就是说，不要过分的强调两制，要强调一国。但是他没有发现这里边的内在矛盾之处，因为你强调了一国，你就不可能有两制。为什么？加拿大
确实有一国两制，最好的案例就是魁北克，它有自己的制度，甚至自己的法律体系。你在魁北克很难找到加拿大国旗，它挂的都是这个魁北克的省旗，但是魁北克人自称这是国旗，他们还有自己的国庆。但是它还是一个国家，但是在很多层面说好了，联邦是管不了魁北克的，这才有真正的一国两制。为什么能够实现这种一国两制呢？因为这个国不是党国，这个国不是一党专政的体制，它是一个联邦制，只有在联邦制的情况下才能有一国两制。可是中国不可能出现一国两制，你只要过分强调一国，就一定是一制，但是你要过分强调两制，就有可能是两国，而后者正是共产党最惧怕的。所以说他害怕香港过分的强调了两制之后，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会损害一国，所以说他要强调一国，宁愿损害两制，这才是背后的共产党的执政逻辑。换句话说，他不想把香港变成死港，他不想23条立法让香港失去他过去往日的优势，但是他没有办法，只能这么做，因为他害怕继续这么下去的话，香港不被共产党所控制，那就变成了西方国家渗透中国，不管是制度渗透还是意识形态渗透，最后导致共产党在中国内部施政受到挑战。所以说他要全面的镇压香港，镇压香港的民主运动，他的最终目的不是说希望香港好，他是希望共产党能够维持在中国的统治，宁愿牺牲到香港的经济繁荣、自由和法治。所以我看到很多香港人，他们也不明白到底为什么香港能够给中国带来这么大的实惠，这么多的外资通过香港到了中国，或者通过港股可以为中国提供大量的资金，为什么中国一定要这么做？这就是背后的原因之一。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我过去也讲过，就是党内斗争，太多的这个红二代太子党把资金放在香港，所以中共要内部收拾这些白区党，让这些逃到香港的党内既得利益无处可逃，这是另外一个原因。但更重要的，我认为就是刚才我说的，整个全球化面临了一个巨大的瓶颈，这个世界开始分为不同阵营之间的对立。那中国阵营和西方阵营那一定是格格不入的，因为这种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极大差异，导致这一定是两个阵营之间的对决，也就是进入新冷战阶段。那这个时候，共产党肯定不能允许自己有一个完全敞开大门的突破口，所以必须把香港大门也关闭上，然后把香港融入到整个中国的这个新的政治、经济、贸易体系当中，对抗整个西方。所以香港就被强行的绑定到这个中国大船上面。那中国这个船如果被击沉了，那香港被绑定在这个轮船上边就会一起沉没。现在我们就正在见证这段历史。香港股市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风向标，就你可以看到香港股市受到中国股市拖累，和香港股市如何的被西方资本所抛弃。而香港今天的繁荣完全建立在融入西方，成为西方可靠伙伴的基础之上。那现在没有了，你变成中国的一部分了，你要强调政治正确，强调政治安全，强调维护党国权威，捍卫党国，变成香港存在的最主要目标。那这样的话就只能跟亚洲金融中心说拜拜了。这也为什么新加坡因此赚得盆满钵满，而香港本身的经济是建立在金融业和转口贸易上，那这两个支柱都越来越弱的话，香港的产业空心化是必然的，香港的经济衰退会引发财政危机，从而导致社会动荡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香港一定会经历3个阶段，就是过去的繁荣和在共产党手伸向香港之后，再被西方抛弃变成死港，然后死港之后，当中共的统治动摇之后，香港又变成乱港。那么现在我们实际上是在见证它正在走向死港的过程当中。可是我看到香港的官方、香港的政府的鼓吹手，这些亲共人士还在不断的讲，一方面支持国安法，支持23条，同时又批判香港政府没有能力把香港的经济搞好，降低香港的房价等等等等这些做法。他们难道没有看出他们所要求的是既要又要，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吗？既然选择了回归中国，成为中国的一部分，并且对共产党政治效忠，那么必然在东西方对决之中失去西方的扶持，丢掉所有过去香港所拥有的优势，并且失去全球市场。我想未来过不了几年，可能大家就意识到了，一国两制只是一个美好的幻想，或者是一个阶段性的产物，
是邓小平一拍脑门想出来的临时性决策，但是它受到整个大环境的影响，我们越来越会发觉，在中共党国体制下，一国就不可能两制，两制就不可能一国，而香港现在夹在一国和两制中间，进退两难，只会一点点沉沦下去。好，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，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。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，也欢迎加入会员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